眼前女人正打着手电在熬夜刺绣，她已经绣了整整1天1夜。儿子婚期将近，她要为儿子筹备高昂的彩礼钱，销售自己的手工刺绣品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。在他们村子里，女人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男人只负责生孩子和给女人打辅助。这是位于越南北部的沙巴地区。40岁的赵阿妹是一名传统红头瑶族女性，最近她感觉压力倍增，每日都要背着自己的刺绣品前往镇上出售。沙巴是越南有名的旅游区，许多瑶族妇女都会来这里兜售。这样纯手工的一块头巾可以卖到500多元。刺绣是红头瑶族女子祖辈相传的手艺，各种精美图案她们手到擒来。赵阿妹和女儿潘塔梅选了一处地点摆摊，这些不同的刺绣品都极其花费时间，但前来光顾的客人却门可罗雀。客人看上了一只手镯，女儿小梅积极地向客人兜售。今天还没开张，小梅开价5万越南盾，约合人民币14块，游客砍价1万，最终4万越南盾成交。近年来，刺绣品生意越来越不好做，因为竞争者太多，大家的商品都是大同小异，游客也越来越挑剔，看热闹的多过真心想要买的人。即便女儿是个社牛，见人就上去推销，但效果也不是非常好。现如今，如果只靠种地已经无法维持生活，他们不得不靠刺绣来额外补贴家用。生意好的时候，每天可以赚100万越南盾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太理想。他们居住的村庄距离沙巴镇上10公里。赵阿妹和丈夫有着4个孩子，3个儿子1个女儿。按照红头瑶族的传统，家中由女人当家。小梅每天早上都要喂猪，全家男性则负责在外种田。家中最值钱的就是一台缝纫机，已经购置10年，10来年这台缝纫机几乎没有歇过。在红头瑶族，男性只负责卖力气，家庭策略层面的事情还得由女性来决策。赵阿妹今天没有去卖刺绣，家里的事情已经忙不过来，她要把地里的南瓜叶摘来喂猪。记忆中从8岁开始，她就整日劳作，不曾摸过1天鱼。但即便是这样努力，农田里生产的粮食还是不够一家人吃。1700米高海拔的梯田让产量远不如平原，除了农活，家中的里里外外都要赵阿妹来操心。20岁遵从父母意见结婚，婚后20年养育4个孩子，家里盖房子至今还负债3000万越南盾。赵阿妹想过外出做生意或打工，但这个家庭一天都离不了她，因为家境困难，老大老二都只读完初中。每提到这个话题，赵阿妹就很心痛。在偶尔摆摊结束早时，小梅会和男朋友在镇上碰面。虽然同为一个村人，他们还是更喜欢在镇上约会。他们在湖上泛舟，一起划船。小梅哥哥和女朋友也交往半年了，女朋友给他最后的期限是11月结婚。他们一般是男性20，女性18岁结婚，但摆在眼前的困难就是彩礼，这让赵阿妹想起来就夜不能寐。就在女儿和男友热恋激动的睡不着时，母亲却打着灯在做刺绣。儿子的婚事让她愁得睡不着，她只能抓紧时间多做一些。虽然这离娶媳妇的彩礼还远远不够，生在瑶族的女性承担了太多压力，但赵阿妹却从未抱怨过。她只想凭借自己的勤劳来改变现状。下雨了不能去山下摆摊，女儿小梅也没闲下来，她要上山打猪草。哥哥要想结婚，他们家里还得卖猪才行。瑶族女性婚前需要帮助哥哥弟弟，婚后还要对丈夫和孩子负责。第二天吃饭时，一家人因为大儿子的彩礼问题，气氛都变得沉默。小梅淋了雨生病在家休养，赵阿妹今天要一个人摆摊，但性格腼腆的她兜售起来效率没有女儿高。即使她已经自学英语，能跟游客正常交流，但几番下来仍没卖出去一件商品，索性在路口摆开摊子自己做刺绣。看着这一堆一针一线纯手工的绣品，赵阿妹有些惆怅，卖不出去可怎么办呢？第二天，赵阿妹打算找好闺蜜帮忙，她开口向闺蜜借些钱，但是平日里的好闺蜜，撇清关系起来也是非常果断，被人拒绝不可悲，只是眼下的处境太让她绝望。迫不得已，赵阿妹向摄制组借了手机，给自己母亲打去了电话。她想从母亲那借一点，但话没讲完，母亲就挂掉了电话。她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，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。几天后的一个早上，一家人一早就起来杀鸡熏肉，准备了丰盛的一桌菜。原来今天是大儿子的20岁生日，在孩子20岁时，父母会请来祭祀帮助主持仪式，为子女祈福，祈祷他们平安幸福，同时希望儿子的彩礼问题能够顺利解决。住在附近的亲戚朋友欢聚一堂，唯独少了丈夫不在家。原来丈夫为了分担赵阿妹的压力，去到很远地方打工了，希望能早点为儿子攒够彩礼。不久的将来，小梅也快要结婚了，她也要过上像母亲那样的生活，而母亲还需要为2个小儿子的学费继续奔波着。虽然命运无法选择，但面对命运的态度却可以自己决定。
为了让母亲多休息会，小梅更加勤劳地推销商品，尽可能多卖出一些，希望能够为家里分担压力。